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大实话，我是主持人张宏志。在安养中心和长照领域工作了几十年，我常感叹医院的墙壁比教堂聆听了更多的祷告，而长照机构的走廊则见证了比法院更赤裸的人性。很多人年轻时拼命赚钱，为了孩子倾其所有，总觉得养儿防老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等老了理所当然该由子女来照顾，但现实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残酷得多。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这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更是一堂关于晚年尊严、关于金钱与亲情如何平衡的深刻课程。故事的主人公蔡阿姨，她的经历可能会打破很多人的固有认知，但也为你我的晚年生活提供了一条从未想过的出路。在这个高龄化社会，我们每个人都会老。当你老到走不动路，当你躺在床上需要人把屎把尿的时候，你手里攥着的到底是子女的孝心，还是能够保命的筹码？这其中的差别可能直接决定了你最后那几年是活得像个人，还是活得像个累赘。蔡阿姨今年75岁，住在新北市一间几十年的电梯大楼里。她退休前是一所国中的国文老师，教了一辈子的书，知书达理，性格也很坚韧。先生走得早，他一个人含辛茹苦把2个儿子拉扯大。在那个年代，一个寡母带着2个孩子，还要供他们补习、读大学、成家立业，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但蔡阿姨从来不喊苦，她觉得这是母亲的责任。好不容易熬到退休，2个儿子也都各自成了家，看似圆满。她名下有这间住了半辈子的老房子，地段虽然不是最顶级的，但也算是在市区，生活机能方便。除了房子，他还有一笔大约300多万新台币的存款，以及每个月固定的月退俸。在很多长辈眼里，有房有存款，加上每个月稳定的退休金，只要身体健康，晚年生活应该是衣食无忧的。蔡阿姨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她甚至规划好了月退俸用来过日子，那300多万存款先不动，留着以后万一身体不好需要请自费看护时当老本，等自己100年之后，房子和剩余的钱就平分给2个儿子。他觉得这是最公平也是最传统的做法。他一直以为他的晚年生活会像这笔存在银行里的定存一样安安静静、妥妥帖帖，不会有什么波澜。直到他75岁生日那天，现实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打醒了他所有的幻想。那天是他的75岁大寿，在这个年纪其实对物质已经没什么要求了，图的就是个团圆，图的就是个热闹。蔡阿姨那天起了个大早，天还没亮就拖着那辆买菜的小拉车去了早市。她要去挑最新鲜的鲈鱼，要去猪肉摊上让老板留最好的几根肋排。她记得大儿子文斌最爱吃红烧排骨，小儿子文杰最喜欢吃清蒸鱼，做母亲的脑子里装的永远是孩子的口味。他在厨房里从早上忙活到下午，洗菜、切菜、炖肉，腰酸了就扶着琉璃台歇一会儿，腿麻了就捶2下。厨房里热气腾腾，他心里也是热乎的。他想着，虽然儿子们平时忙，但今天是妈妈75岁的大生日，他们肯定会回来好好陪陪自己。为了这顿饭，他提前半个月就跟2个儿子通了电话，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们把时间空出来。到了晚上7点，外面的天已经全黑了，桌子上摆满了丰盛的菜肴，那是蔡阿姨忙了一整天的成果。但是屋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墙上的挂钟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菜凉了，她拿去热，热完端上来，没人来，又渐渐凉了。她就这样反复热了2遍。终于门铃响了，大儿子文斌姗姗来迟。文斌这些年做生意据说是做得不错，但也确实忙。他一进门，手里提着一个包装精美的巨大礼盒，脸上挂着那种职业性的带着歉意的笑容。他一边换鞋一边说，妈，抱歉，临时有个大客户的应酬实在推不掉，我只能待半个小时，等一下还得赶过去。他把那个巨大的礼盒放在桌子上，说是一台最新款的高级按摩仪。他坐下来，屁股还没坐热就开始扒饭。那样子不像是来给母亲过生日，倒像是赶场子吃个便当。在吃饭的这短短10几分钟里，他的电话响了3次。
每一次接起来都是谈生意、谈报价、谈合约。他的嘴里塞着母亲精心做的红烧排骨，心思却早就飞到了九霄云外。吃了不到20分钟，他站起来拍拍蔡阿姨的肩膀，指着那台按摩仪说：妈，这个按摩仪您多用用，对身体好，能缓解疲劳。我那边客户还在等着，真的不能多待了，先走了啊。说完他就匆匆忙忙地出门了。留给蔡阿姨的只有那台崭新的昂贵的却冷冰冰的机器和一桌子虽然被动过但依然显得很满的饭菜。文彬前脚刚走，小儿子文杰后脚到了。文杰在一般的公司当上班族，性格稍微内向一点。从他坐下的那一刻起，手机的 LINE 提示音就没停过。电话那头，儿媳妇的声音尖锐而急促，哪怕没开扩音，蔡阿姨在旁边都能听得见。内容无非是：老公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孩子的功课还没做完，这题我不会教，你快点回来啦！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啊。文杰一脸的为难和尴尬，他看着母亲，又看看手机，最后只能草草地吃完一碗饭，甚至连汤都来不及喝一口。他放下筷子，低着头，不敢看蔡阿姨的眼睛，小声说：妈，对不起，家里事实在是太多了，孩子明天要段考，我得先回去了。蔡阿姨看着小儿子消失在门口的背影，再看看这一大桌子几乎没怎么动的菜，心里那股从早上就开始积攒的热气，在那一瞬间像被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彻底凉透了。那天晚上，蔡阿姨一个人坐在餐桌前，默默地收拾着残羹冷炙。她把那些儿子们爱吃的菜一盘一盘倒进保鲜盒，放进冰箱。她知道这些菜她一个人可能要吃上1个星期。收拾完之后，她拿出那本陪伴了她几十年的日记本。她从年轻时就有写日记的习惯，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但在那个75岁的生日夜晚，她只写下了一句话：75岁，满桌的菜暖不了心。那一刻，一种从未有过的凄凉感，像冬夜里刺骨的寒风，悄无声息地钻进了他的骨头缝里。他在想，这就是我期待了一辈子的晚年吗？这就是我倾尽所有养大的儿子吗？但是真正的考验往往不在这种情绪低落的时候，而是在生活给你当头一棒的时候。真正的暴风雨总是在最平静的时候毫无预兆的来临。生日过去没几天，一个非常寻常的下午，蔡阿姨像往常一样在浴室洗澡。因为房子老旧，浴室的地砖有些防滑效果不好了，她脚下一滑，整个人重重地摔在了坚硬冰冷的地砖上。那一瞬间，一股剧痛从腰部传来，痛得她差点昏过去。她试着动一下，但发现根本动弹不得。这就是独居老人最怕的时刻，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好，在蔡阿姨平时安全意识还算强，她的脖子上挂着一个保全公司给独居老人的紧急随身按压钮，她挣扎着按了下去，社区的保全系统立刻启动了。但是在等待救援的那几分钟里，她心里第一个念头还是想找自己的儿子，这是一种本能，是血浓于水的本能。她忍着剧痛，用尽全身力气拿到了放在浴室置物架上的手机，颤抖着手指先拨给了大儿子文彬。电话响了好久才接通，文彬的声音听起来很焦躁，背景很嘈杂，似乎正在开会。他说：妈，什么事？我正在跟一个重要客户开会，这一单几百万呢，天大的事都等我开完会再说，行不行？蔡阿姨还没来得及说出一个痛字，电话那头就传来了嘟嘟嘟的忙音，文彬挂断了。蔡阿姨的心沉了一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不死心，又拨给了小儿子文杰。文杰接的倒是快，听完母亲说摔倒了，他也吓了一跳，但是紧接着他的语气就变得吞吞吐吐。他说：妈，您怎么了？摔倒了？可是小宝今天发高烧39度，我老婆一个人在急诊室弄不来，我现在正赶去医院呢，我走不开啊，您先叫救护车，我晚点看看怎么办。那一刻，蔡阿姨躺在冰冷的地板上，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原来在他们眼里，母亲的天大的事比不上一个几百万的生意会议，比不上孙子的一场感冒发烧。她觉得自己这一辈子
活得真是一个笑话。就在他的意识开始因为疼痛而变得模糊的时候，他听到了外面的大门传来砰的一声巨响，门被撞开了，冲进来的人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保全人员和他家楼下附近那家老张牛肉面的年轻老板，我们叫他小张。小张气喘吁吁地冲进浴室，看到倒在地上的蔡阿姨，二话不说赶紧上前查看情况，但又不敢随意搬动，嘴里焦急地念叨着：蔡阿姨，您怎么了？您别怕，我来了。原来小张送餐的时候发现蔡阿姨订的午餐还挂在门把手上没拿，她是个细心人，平时蔡阿姨都很准时拿饭的，她打蔡阿姨电话也没人接，就知道不对劲了。她立刻跑到大楼管理室说明情况，果断地请求保全一起撞门进来的。那一刻，蔡阿姨看着这个和自己非亲非故的年轻人的脸，看着他额头上急出来的汗珠，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他被一个外人救了，而他的2个亲生儿子，一个在忙着赚钱，一个在忙着顾自己的小家。后来救护车来了，蔡阿姨被送到了医院，经过诊断是轻微中风加上腰椎压缩性骨折。这对于75岁的老人来说是需要长期卧床静养的大病。在医院的病房里，2个儿子总算是赶到了，但是他们到了之后，不是先来床边握着母亲的手问她痛不痛，也不是关心医生的治疗方案。我作为一个在长照领域看了30年戏的人，接下来的场景我太熟悉了，熟悉的让人心寒。他们2兄弟加上大儿媳站在病房外的走廊里，他们以为压低了声音母亲就听不见，但医院走廊的回音效果总是出奇的好。他们开始为了责任而争吵。小儿子文杰说：哥，你生意做得大，经济条件好，这次医药费和找看护的钱你多出点力啊。我家里的情况你也知道，房贷车贷压力大。大儿子文斌立刻反驳，声音拔高了几度：什么叫我多出点力？妈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妈，难道有钱就该当冤大头吗？你的责任呢？再说了，我这边生意停下来一天损失多少你知道吗？我哪有时间天天守在这里？这时候大儿媳尖着嗓子插嘴了：依我看别争了，直接把妈送到那种比较便宜的安养机构去最省事儿，那边有专业的人照顾，24小时看护，比我们在家瞎忙活强多了，也不用请1对1的台籍看护那么贵，我们也能安心工作，这不是两全其美吗？蔡阿姨拄着助行器，刚刚做完检查，蹒跚地走到病房门口。这些话一字不漏地像一把把淬了冰的刀子，精准地捅进了他的心里。他在他们眼里不再是那个为他们遮风挡雨的母亲，而是一个巨大的急需甩掉的包袱。他们在分割责任，就像在菜市场分割一块没有人想要的猪肉。那一刻，蔡阿姨的心彻底死了。也就是在那一刻，她这辈子作为传统的慈母的那一部分，随着那次跌倒一起碎掉了。出院后，蔡阿姨回到了家，表面上她风平浪静，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也没跟儿子们提过她在走廊听到的争吵。但她的内心已经开始了一场无声的革命，她不再对亲情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她明白了一个最残酷的道理：人老了，能靠得住的只有自己和自己手里握着的资源。她做了一个决定，她把我以前教过的一个学生叫到了家里。这个学生现在已经是台北一名很出色的律师，专门处理家庭财产和信托业务的。蔡阿姨把所有的想法、所有的担忧、所有的恐惧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这位律师学生。她还翻出了那几十本厚厚的日记，那里不仅记录了儿子们从穿开裆裤到长大成人的可爱模样，也清晰地记录了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电话里的问候越来越敷衍，每次回来除了要钱就是要东西。这些日记原本是他珍藏的温情回忆，现在却成了他必须清醒面对的最客观的证据。在律师的专业协助下，一个只属于蔡阿姨的极其周密的计划诞生了。在台湾的法律框架下，这叫做安养信托。
而蔡阿姨更喜欢给它取一个通俗的名字，我的退休保障计划。她将名下那套位于市区已经缴清贷款的房子，以及银行里的300多万存款，甚至连同她每个月入账的月退俸，全部办理了安养信托。信托的受益人只有一个人，他自己。资金由银行专户管理，律师担任信托监察人，监督一切依契约执行。任何人，包括他的2个儿子，都无权动用1分1毫。这不是一份道德约定，而是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信托契约清楚载明，第一阶段由他的月退俸和现金资产开始给付。从设立当月起，银行每月自动拨付固定的生活费至他个人账户，医疗费用与居家看护费用，则由信托专户依实际支出实报实销。这笔钱足以让他在自己家中生活的体面有尊严，请得起最好的照顾服务员，而不必向任何人开口。第二阶段，如果将来他的存款和月退俸不足以支付庞大的医疗或照护开销，受托银行将依契约启动不动产处分机制。也就是说，房子仍登记在信托名下，他可以继续居住至终老。但如果哪天需要更高额的资金，银行有权依照契约将房子出租甚至变卖变现后的钱继续放入信托专户，用来支付他所有的安养费用。整套机制经过精算评估，确保他即使活到100岁，资金也绝对足够覆盖。他不是在赌亲情，他是在计算人生。一切准备就绪后，蔡阿姨选了一个周末，把2个儿子和媳妇都叫回家。她特意泡了最好的高山茶。客厅里安静的出奇，她从档案袋里拿出那一叠厚厚的信托契约副本，语气平稳的像当年在讲台上念课文一样清晰。她说，第一，从今天开始，我的生活费、医疗费，以后请看护的钱全部由信托专户直接支付。我不会向你们任何人要1毛钱，你们也不用担心我不够用。2个儿子听了，彼此对看一眼，竟明显松了一口气。在他们看来，母亲既然自己解决了养老问题，那就是最好的结果。他们还不知道的是，那套他们以为迟早会分的房子，已经被法律锁进了一个严密的制度里。他不会因为孝顺多一点而多分1块，也不会因为冷漠而提前落袋。他只为蔡阿姨一个人的晚年负责。亲情可以变，契约不会。紧接着，蔡阿姨加重了语气，说出了第2点。她说，我设立了一个陪伴积分系统，并且已经立好了遗嘱，遗产的分配将完全依照这个积分来执行。她再次拿出她的日记本放在桌上，告诉他们，从今天起，我会像以前一样写日记，但是内容变了。你们每个人对我的有效陪伴都会被我记录下来，并量化为积分。什么是有效陪伴？蔡阿姨解释得很清楚，不是任务式的来看我一眼，丢下东西就走，不是坐在我对面，人在这里，心在手机里，更不是回来跟我抱怨生活，找我要钱。有效陪伴是指陪我一起散散步，陪我看会儿电视，耐心地听我说话，或者带我去做复健。这种有真正情感交流的探望，每次超过1个小时算1分。如果是敷衍了事，或者带着功利目的，甚至给我脸色看，不算分，甚至要倒扣分。这时候，大儿子文斌的嘴角抽动了一下，显然觉得这太荒谬了。但蔡阿姨还没说完，最后她投下了一颗真正的震撼弹。她说，这个遗嘱里还有一个特约受益候选人，就是楼下卖牛肉面的小张。听到这个名字，2个儿媳的眼睛瞬间睁大了，一脸不可置信。蔡阿姨平静地说，鉴于小张在我最危难的时候给予了无私的帮助，救了我一命，也为了确保我未来生活的紧急支援，他提供的所有支持，例如持续为我送餐，在我需要时提供紧急援助，帮我换灯泡、修水管，同样会被我记录并换算成积分。等我将来走了，信托结束后的剩余财产将不会按照传统的民法应计分来处理。我已经做了特别的遗嘱规划，
在扣除法律规定的特留分之后，剩下的所有资产将按照你们3个人文彬、文杰还有小张最终累积的总积分比例来进行分配，谁的积分多谁就拿得多。如果谁的积分是0，那么对不起，除了法律保障的那一点点底线，他将1毛钱也多拿不到。话音落下的那一刻，客厅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那是一种死一般的寂静。几秒钟后，大儿子文彬砰的一拍桌子，猛地站了起来，他的脸涨得通红，脖子上的青筋都爆出来了，指着母亲的鼻子怒吼：妈，你是不是疯了？你是不是老糊涂了？你把我们当什么了？竟然拿钱来衡量亲情，还把一个外人写进去，那个卖面的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我要去告他，我要去法院申请宣告你受监护宣告，证明你精神失常，这个信托无效。他气急败坏，摔门而去。那种愤怒不是因为心疼母亲，而是因为觉得自己原本囊中之物的遗产突然变得不确定了，留下小儿子文杰和他的妻子目瞪口呆，面面相觑。蔡阿姨看着那扇被摔得震天响的门，内心却出奇的平静。她淡淡地对还愣在原地的文杰说：文杰，我没有疯，也没有糊涂，我只是想用我自己的钱买一个能让我安心的晚年。我不是不相信亲情，我是不敢再高估人性。你们既然那么忙，那我就用生意人的方式跟你们打交道。这场家庭会议像一颗投入湖面的巨石，彻底搅乱了这个家原本就脆弱的平静。从那天起，一场围绕着亲情积分的真实而荒诞的人性大戏正式上演。大儿子文彬在最初的暴怒过后，大约是回去咨询了律师，知道蔡阿姨的信托和遗嘱在法律上无懈可击，而且信托监察人是专业的律师，很难钻空子。于是他改变了策略，作为生意人，他决定为了利益低头。他开始了一场表演式的孝顺。他每周都会掐着点来看蔡阿姨，手里提着水果，嘴里说着妈，您身体好点没？但他的眼睛总是不自觉地飘向墙上的挂钟。坐下不到15分钟，10分钟在讲电话谈生意，临走前匆匆问一句：您还有什么事没？然后就像完成了打卡任务一样，飞也似的离开。他甚至还偷偷去找过楼下的小张，想用钱收买他，让他别掺和家里的事，让小张主动退出这个积分游戏。结果被正直的小张一口回绝。小张是个老实人，他根本没想过要争什么遗产。他照顾蔡阿姨，纯粹是出于邻里之间的热心肠。蔡阿姨看着大儿子拙劣的表演，心里没有愤怒，只有悲哀。她在日记里冷静地记录着文彬来访15分钟，有效交流3分钟，甚至让我也感到紧张，不得分记0.1分。相比之下，小张的行为像一面清澈的镜子，照出了人心的真假。他并不知道积分的具体价值，甚至多次跟蔡阿姨说：蔡阿姨，您别这样，我做这些是应该的。我爸妈也在南部乡下，我没法在身边照顾，我把您当我自己的长辈看待，心里也踏实点。他依旧每天准时把热腾腾的牛肉面送到蔡阿姨家门口，会顺便问一句身体怎么样，看到门口的灯泡坏了，会主动去买一个新的来换上。有时候店里不忙，他会坐下来陪蔡阿姨聊聊他乡下的父母，听蔡阿姨讲讲过去教书的趣事。他的关心是那么自然，那么发自内心。蔡阿姨在日记里写道：小张送餐，闲聊半小时，换灯泡，态度真诚，积0.5分。而小儿子文杰成了这场博弈中最挣扎最摇摆的一个。他不像哥哥那么赤裸裸的功利，但也做不到小张那样纯粹的无私。他在厉害的哥哥、强势想要争产的妻子和自己那点还没完全泯灭的良心之间痛苦不堪。他会遵照规则来看母亲，但常常显得心不在焉。有一次他陪蔡阿姨下楼散步，为了赚那个积分，结果他妻子打来电话，语气很不好地问他什么时候回去。他挂了电话，
对蔡阿姨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妈，您说您这是何苦呢？把家里搞得乌烟瘴气的。蔡阿姨看着她疲惫的样子，停下脚步，反问她：文杰，你觉得苦的是我，还是你自己？如果我今天没有这个信托，没有这笔钱，你还会像现在这样每个礼拜都来看我吗？还是像以前一样，半年都不露一次面？文杰沉默了，低下了头，看着自己的脚尖。那一次，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匆匆离开，而是默默地陪母亲走完了全程。蔡阿姨能感觉到她的内心正在进行着一场天人交战，真正的转折发生在一个暴雨倾盆的深夜。那天晚上，雨下得像天漏了一样。蔡阿姨因为晚上吃了点不干净的剩菜，引发了急性肠胃炎，上吐下泻，整个人虚脱在床上，浑身无力。她第一时间打给大儿子文斌，电话接通了，背景音是 KTV 那种震耳欲聋的音乐声和划拳声。文斌大着舌头，显然是喝多了，他不耐烦地对着电话喊：妈，我喝多了，在应酬呢，你自己叫救护车啊，这点小事别烦我。然后啪地挂断了电话。蔡阿姨心一横，又打给小儿子文杰。文杰倒是立刻接了，听声音是在家里，但他说：妈，外面雨太大了，好多地方都积水，叫不到车啊，我的车刚送去保养了，你等一下，我想想办法。就在蔡阿姨几乎要绝望，觉得自己可能会死在这个雨夜的时候，她只好拨通了小张的电话。没多久，他家的门铃被疯狂地按响了，他挣扎着爬起来，打开门，门口站着的是小张。他浑身湿透，连雨衣都没来得及穿，头发贴在额头上，还在往下滴水。他看到蔡阿姨苍白的脸色，二话不说，背起蔡阿姨就往楼下冲。他在这一带住了好几年，对地形最熟。他知道哪条巷子能避开积水，最快拦到计程车。在计程车上，小张不停地用自己唯一干爽的袖子内侧给蔡阿姨擦冷汗，握着她的手说：阿姨别怕，马上到医院。等他们到了急诊室，挂了号，打上点滴，过了1个多小时，文杰才开着车匆匆赶到。原来他最后还是冒着雨跟朋友借了车赶来了。当文杰走进急诊室，看着躺在病床上虚弱的母亲和旁边忙前忙后，浑身还在滴水，连鞋子都湿透了的小张，文杰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羞愧、内疚、自责，各种情绪涌上心头。他低下头走到床边，声音哽咽地叫了一声：妈，对不起。从那晚以后，文杰变了。这种变化不是为了积分，而是人性的回归。他来看蔡阿姨的次数更多了，也不再卡着时间。他会主动问母亲哪里不舒服，会耐心地听她讲那些重复了无数遍的往事。他开始学会了怎么给母亲削苹果，怎么给母亲按摩浮肿的小腿。有一次，他甚至带着他儿子，也就是蔡阿姨的小孙子一起来看他。小孙子给奶奶念他写的作文，文杰就在一旁默默地帮母亲整理乱了的衣柜。那一刻，蔡阿姨看着文杰熟悉的侧脸，忽然觉得那个曾经贴心温暖的小儿子好像又回来了。蔡阿姨明白，是她的那个亲情信托像一把手术刀，残忍地切开了我们之间那层名为亲情的伪装，露出了里面或功利或懦弱的真面目。但也正是这份残忍，逼着文杰去直面自己的内心，让他看到了自己作为儿子的失职，最终找回了那份被生活磨损的所剩无几的真心。蔡阿姨在这个制度下又安稳地生活了几年。几年后，在一个平静的午后，蔡阿姨在小儿子和小张的陪伴下，安详地闭上了眼睛，走完了她的人生旅程。葬礼结束后，律师按照信托和遗嘱的最终条款，统计了所有的积分，并公布了执行结果。小张因为常年如一日的照顾，尤其是那些无论刮风下雨的送餐和紧急救援，累积了最高的积分。小儿子文杰，尤其是在后期，用真心换来了大量的分数，虽然比小张少一些，但也相当可观，紧随其后。而大儿子文斌，他的积分几乎为0。蔡阿姨的遗产
也就是那套房子变现后的款项加上信托专户里剩余的钱，扣除特留分后，大部分都留给了那个没有血缘关系却给了他最大温暖的年轻人小张，和那个一度迷失但最终找回了良知的儿子文杰。听说文彬在知道结果后，把自己关在家里3天3夜没有出门。他或许不是后悔没有拿到钱，毕竟他生意做得大，也不缺这点。他可能是终于明白，他永远的失去了作为一个儿子最珍贵的东西，那就是母亲最后的信任和爱。蔡阿姨的故事很快就在街坊邻居和老同事之间传开了。有人说他太狠心，对亲生儿子太绝情，怎么能把家产给外人呢？但更多的人，尤其是那些和我一样在长照领域看过太多世态炎凉，或者正在为养老而焦虑的父母们，却对蔡阿姨竖起了大拇指。他们说做得对，她不是狠心，是清醒，是清醒。各位朋友，作为一名在安养行业工作了30年的老兵，我想跟大家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们华人的传统观念里，总觉得谈钱伤感情，总觉得一家人不需要算得那么清楚。但是当父母老了，失去了创造财富的能力，甚至失去了自理能力的时候，钱往往就是你最后的尊严。人到了晚年，攥在手里的钱不应该只是用来满足子女的欲望，买房买车娶媳妇，它更不应该成为让他们算计你的筹码，或者等你走了之后争夺的战利品。这笔钱应该是你的底气，你的盔甲，是你用来捍卫自己晚年生活品质和尊严的最有效的工具。把它放在银行里，它只会生出微薄的利息，甚至跑不赢通货膨胀。而把它放在一个精心设计的能够约束人性、换取陪伴和保障的规则里，像蔡阿姨这样利用信托、议定监护也好，利用其他的法律工具也好，它生出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安稳和内心的平静。这或许才是我们老年人对自己也对子女最大的负责。这不叫算计，这叫智慧。我们无法改变人性，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但我们可以用规则来引导它、约束它。蔡阿姨用她的智慧，甚至是她的伤痛，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与其期待久病床前有孝子，不如用制度让孝顺成为一种值得被奖励的行为。我是张宏志，这里是健康大实话。听完蔡阿姨的故事，您的心里是什么滋味？您是否也曾想过自己辛苦一辈子的积蓄应该如何安排才能真正的安享晚年？您认同蔡阿姨的做法吗？或者您有更妙的关于养老储蓄的智慧和经验吗？非常欢迎您在下方的留言区分享您的故事和看法，让我们一起为我们的晚年生活找到那条最安稳、最智慧的道路。如果您觉得今天这个影片哪怕只有一句话触动了您，也请您不吝啬的按个赞，并把它分享给您身边那些可能同样需要这份提醒和力量的亲朋好友。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